奉圣后武士懿旨，苏氏门阀苏文渊结党营私，罪无可恕，着阖家流放沙洲，即刻启程，钦此。沙洲，那不是活人进去干尸出来的地方吗？也要亡我苏家呀！可惜了这苏家大小姐生得那般貌美，去了沙洲，怕不是要被晒成肉干？何止啊！我听说那沙洲是安西大都护陆孝的地盘，连他的镇西军都常年缺军资，可见有多苦。地方上还有个叫钱雍的郡守，更是吃人不吐骨头。沙洲，别人眼中的地狱，对我来说，却是遍地黄金的天堂。苏玉言，圣后武士，多谢你们这份大礼。万您别怕，哥在。到了那边，哥就是渴死晒成肉干，也绝不让你受苦。哥，你哪来的自信？到了沙洲，你才是那个要被我护着的人。婉宁，你是不是热糊涂了？你们见过用沙子烧出来比黄金还贵的琉璃吗？你们听说过地下流淌着能让黑夜亮如白昼的猛火油吗？见过那烧不穿、扯不烂的火睡布吗？地下的黑油流不尽，遍地的奇石烧不穿，那地方比京城好。苏玉燕以为把我们送到绝路，却不知是送了我们一条遍地是金的活路。啊！这就是沙洲，连根草都看不见。我的儿女怎么样？可别是中暑了。婉宁，你笑什么？这鬼地方。哥，你闻，空气里有股干燥的矿物味道，还有生命的味道。爹，您看那儿，一些枯草罢了。不，那叫龙须草。古籍上说，有它成片生长的地方，地下必有乾坤。到了，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了。哼，好好享受圣后的恩典吧，咱家可没多余的水喂你们这些醉球。水，一点水都没有了。你们别慌，我去找找。这么大地方，总能找到水源。子安，怎么样？没有，附近全是沙子，连个水坑都没有。天要亡我们苏家！老天爷啊，这是要绝了我们苏家的路啊！姐，你这是干什么？别费力气了，留点体力吧。婉宁，这地比石头还硬，你撬不开的。我在找水。找水？姐，你是不是热糊涂了？这死地里怎么会有水？这下面是沙地龙，渴了一整个旱季，只要我们给它开个口，它积攒的汁水自己就会涌上来。够了，别再费力气了。够了，只是开个口子，力气活就到此为止。哥，把你腰带上的铜扣拆下来给我。啊？要铜扣干什么？这跟找水有什么关系？拆，它是引子，能让这片死地为我们开花结果。娘，姐姐这是在做什么？像是在配药。我也看不懂，但愿她不是热糊涂了。你们是刚从关内流放来的？疯了，真是疯了！你们这些外来人，居然想把救命水往这严苛寺里倒！
我在这沙洲活了60年，这片地连毒蝎子都活不了一只，你们这是在糟蹋命啊！婉宁，你听见没？不能倒，这是我们最后的水了。站稳了。3、2、1，开宴！婉宁，别碰，这是什么鬼东西？鬼东西，哥，这是能救我们命的宝贝，叫沙灵虫，炙烤过后是沙洲难得的美味。你有锅吗？锅，神仙娘子，我家有个破陶罐，拿来，这些沙灵虫分你一捧。我这就去拿，这就去。一个陶罐，只是让我们活下来。我要的是在这沙洲站稳脚跟。姐，能吃，是热的。慢点吃，都慢点儿。要不是婉晴，咱们连个保鬼都做不成啊！不好，是黑风暴！爹娘，快护着灵雀！娘，我看不见了。这帐篷要塌了，我们会被活埋的！快往外跑！都别慌，向上是死路，我们往下挖。婉宁，你疯了吗？你是想让我们自掘坟墓？想活命的就跟我干！苏婉宁！快进去！姐，风停了，我们是不是被埋在下面了？别说话，留点气头。这鬼地方闷得人喘不过气。别怕，我们得救了。这风是凉的，不仅凉快，还没有一点沙土，这怎么可能？爹娘，你们看，水是甜的，娘，这水是甜的。天哪，这比京城贵人府里用的冰剑还要凉爽，我们有救了！为父自诩饱读诗书，却不及你这格物致人之无一。婉宁，我们苏家全靠你了。姐，我们以后就住在这儿了吗？冬暖夏凉，比住大宅子还舒坦。躲在这里只能苟活，我们要的是在这沙洲站稳脚跟。爹娘，你们看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几棵瓜苗吗？哥，这可不是普通的瓜苗，这叫冰玉瓜，是咱们的活路，更是咱们的金子。活下去只是第一步，这沙洲遍地都是别人不认识的宝藏。等我们卖了冰玉瓜，就去这里，这里有传说中的猛火油，那才是能让镇西军都眼红的无主之宝。哟，新来的，这瓜也都要了。
也给脸不要脸，这一车也赏你1文钱。你欺人太甚！1文钱？怎么钱少？在这沙洲，我马三的话是规矩。行啊，婉晴，算你识相。臭娘们儿，你敢动手！你想干什么？这油能点着？我的瓜脾气大，嫌你的钱太脏。别点火！姑奶奶饶命，女侠饶命啊！现在我们来谈谈价钱。姑奶奶，你说多少都行。2两银子一个。2两，我买，我全要了。哦，这么爽快，看来这瓜对你很重要。重要，太重要了！这是要献给前郡守的。郡守大人最近心火旺，就想找点新鲜东西去火气，讨个吉利。早这样不就好了？啊！10两，整整10两银子。婉宁，我们终于有本钱了，可以买好多粮食，再给爹妈和你车几尺新布。姐姐，我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这只是开始。这鬼地方，连沙子都长得七彩斑斓，看着就心烦。祖宗哎，不许碰！这叫怨沙，是死人怨气结成的，沾了要倒大霉的。怨沙？不，这不是怨沙，这是金沙，是烧制琉璃的绝佳原料。在长乐城，一件小小的琉璃器皿就价值1000金。有了它，我苏家就能在这沙洲真正立足。这笔钱不仅能让爹和娘过上好日子，更是我跳动沙洲这潭死水的第一块石头。请问这片地是谁家的？姑娘问这个做什么？这是官家的地，没人要的荒地，种啥啥不长，晦气得很。我要买下它。婉晴，你疯了！我们好不容易才从那马三手里赚了10两银子，你拿来买这片破沙地？姑娘，你没听见吗？这地不吉利，白送都没人要，你还花钱买？姐姐，哥说的对，我们还是去买粮食吧。哪来的疯丫头，拿银子买沙子玩？怕不是被这沙洲的太阳晒坏了脑子？这地连同地上所有的沙子，开个价吧。这既然你诚心要，那就10两银子。成交。苏婉宁，我们拿命换来的10贯钱，你就买了这么一堆一文不值的破石头？姐姐，我们拿钱去买些粮食和干净的水不好吗？这些石头我们怎么活啊？谁说它不能换来粮食和水？怎么换？拿去当砖头盖房子吗？可这石头又松又脆，连盖房都不配。这是什么粉尘？有毒！你疯了！这粉尘吸进去会没命的！快停下！都站远点，看清楚了。这是石头里长毛了。姐姐，这是棉花吗？这可比棉花金贵多了。哥，你读过书，还记得史籍上记载的入火不焚的火势布吗？传说中西域大月之进贡的无价之宝，难道？没错，这些破石头就是制作火系布的原料石脂，它将是我们在沙洲真正的立身根本。大都市，气味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此地诡异，恐是西域妖术。尔等流放犯，在此行何鬼术？
军爷饶命，大都行饶命啊！我妹妹只是在清洗石头。镇西军的军需缺口，看来比我想的还大，这笔生意送上门了。清洗石头，这石之粉尘吸之入肺，神仙难救，沙洲人尽皆知。尔等在此聚集粉尘，调制毒水，不是西域派来的奸细，又是何人？不是的，我们真的只是……说，谁派你们来的？最后问一次，谁派你们来的？大都护杀人之前，不先看看我这罪证的价值吗？你认得我？沙洲地界能让西域蛮族闻风丧胆，又身着这玄灵甲的，除了安塞大都护陆骁，不做第二人想。大都护认定我们在此炼制毒物，可敢亲眼一试这毒物的威力？哼，激将法，好，我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样。秦校尉，劳烦借个火把。婉宁不要！这是什么妖法？入火不焚。这是什么东西？此物名为火石丝，织成布后就是火石布，它的原料正是大都护口中能要人命的石脂。西域蛮族最善火攻，我镇西军的皮甲藤盾遇火即燃，伤亡惨重。若用此布制成内甲，穿在军服之内，可保将士水火不侵。大都护觉得，这样一件内甲能救下多少镇西军儿郎的性命？此物连同制作之法，本都护都要了。大都护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们是奸细，这可是妖物，您不怕沾染了晦气？放肆！大都护，买卖要按买卖的规矩来，现在它是我的。规矩，在这沙洲，我陆校的话就是规矩。一个流放罪女也配谈规矩？那大都护尽可杀了我，但这点石成布的法子，天下只有我一人知晓。我死了，镇西军的弟兄们就继续等着被西域人的火油和火箭烧成焦炭吧。好，说出你的条件。第一，钱。火势布一匹100金，概不还价。第二，权。我要大都护府签发的独占与西域诸部通商的节符。放肆！一匹100金已是敲骨吸肺，你还敢觊觎通商节符？你这是在敲诈本都护！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你好自为之！姐，你居然敢赶走大都护，你就不怕他真的回来杀了我们吗？婉清，一匹100金还要通商节符，你这是在逼他。他要是动了杀心，我们全家都完了。放心，他会回来的。你胃口不小，可你一个流放罪人，凭什么让本都护信你？就凭这个，这破烂玩意儿也敢夸口是军国利器？站住！你想干什么？大都护，我们来打个赌。此物若在烈火中化为灰烬，我苏婉宁的项上人头任您取走；若它火烧不毁，我方才开出的条件，大都护便要一一应允。你敢赌吗？
大都护现在赌约成立了。哥，林雀，我们回去歇着吧。大都护，明日请备好金子和节符，再来详谈。姐，他真的会答应吗？放心吧，鱼已经咬钩了。秦风，带人去看看。马管事，就是他，就是这个贱人折了我的手。哟，这沙洲的破石头竟能点石成布，变得比丝绸还金贵。苏家大小姐是吧？我马三今天心情好，给你指条活路。这10金珠，买下你这工坊里所有的火运布，还有你那点石成布的秘法。拿了钱，带着你全家立刻滚出沙洲地界。万宁，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斗不过他们的。这马三是前牵手的人，我们在京城已经得罪了圣后武士和苏玉言，不能再树敌了。把东西给他们，保命要紧啊10金珠，马管事是想买我这屋顶的沙子，还是我脚下的地？爹，我教过你，在沙洲，示弱的下场就是被天上的秃鹫分食，连块完整的骨头都留不下。有点意思，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马三，我的腿！反了！一个流放的罪女还敢动手伤人，给我砸！把这破地方夷为平地，废了他的手，我看他还怎么点石成金！连集市卖馕饼的老胡见了三爷都得绕道走，你个罪女算什么东西？兄弟们，上！完了，在京城得罪了圣后武士和苏玉言，现在又惹了这地头蛇。那个白色的龟奴，碰一下，100金珠。哼，100金珠，你他妈吓唬谁呢？砸了他，我要你全家给他陪葬。陪葬？你当自己是谁？吓唬三爷我？我今天就砸了他，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要我全家陪葬！我的眼睛，什么鬼东西？喘不上气了！喘不上气了！哪来的不长眼的东西，敢管你马爷爷的事儿？我告诉你们，这沙州西大营的军粮都得从我姐夫钱军手手下过，得罪了我，让你们天天喝西北风！放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安西大都护在此，尔等还不跪下！是大都护的玄铁令，比上次高公公来传圣后懿旨的仪仗还吓人。大都护饶命！大都护饶命啊！你的手沾到那些药粉了吗？大都护再晚来片刻，我这炼制火熏布的毒满宝贝可就要被糟蹋干净了。哼！你刚才说要剁了他的手？不敢！小人嘴贱，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求大督府开恩。连集市卖馕饼的老胡你都敢欺负，现在胆子大到敢动我镇西军的机密了。听好了，苏婉宁所制的火术布是抵御西域火攻的唯一神器，关乎我镇西军数万将士性命。自今日起，他的人和他的工坊皆为镇西军最高等级的军事机密，
擅闯者，以通敌论处。全绑了，押下去，发配西山矿场，终生不得出。人我替你解决了，现在该谈谈火凶部的交易了。交易不急，我只想问问大都护，昨夜用我那块布料包裹的佩剑，在火里烧了半宿，可还完好无损？何止完好无损，此物确为神兵利器。10天，本都护要将羊绒背心替换为火绒布背心、火绒布内夹，装备镇西军前锋营。将羊绒背心替换为火树布背心，保留10天1万件的订单规模，以维持压力感。10天，大都护，要完成这个订单，我需要3样东西。说。人、地方，还有钱。凭此令，可从我账上周取1000金铢。城西废弃的屯兵所归你用。至于人，我调拨1营戍兵听你差遣。这些还不够。你还想要什么？我要沙州盐铁专营权。盐铁，国之大权，本都护将它交给你，你用什么保证，它将来不会变成一把对着我镇西军的刀？苏婉宁，别忘了你苏氏门阀的身份。你父亲苏文渊、兄长苏子安、母亲柳氏、妹妹苏灵雀，如今皆是戴罪之身。本都护凭什么信你一个罪户之女能吞下这滔天的权柄？就凭大都护的军资，至今仍受制于长乐城的兵马司；就凭您的宿敌苏玉言，能轻易说动圣后武士，断您的粮草；就凭钱雍的管事马三，一个地痞都敢在沙州横行，威胁镇西军的机密。大都护，您的软肋太多了，而我能为您锻造出一副真正的铠甲。我要让这不毛之地长出镇西军自己的刀剑粮草，让老胡那样的老兵再不必为了一点军饷看人脸色。到那时，无论是圣后武士派来的高福，还是别的什么人，都再也无法扼住您的咽喉。好，本都护就陪你赌上这沙州，赌上这30万镇西师的未来。此为大都护军令，在沙州见此令如见我，欲阻挠者，先斩后奏，军法成事。传我将令，召集城中所有愿出力的百姓到西大营就职。天哪，是关注的金珠，这一箱就够咱们整个村子活1年了。大都护，苏家大小姐，您这是要？我苏婉宁今日在此成立瀚海商行，为镇西军生产火绘部军用内衬。我在此招工，不问出身，无论你是随我苏家流放至此的罪户，还是沙州本地的百姓，只要肯出力，瀚海商行一视同仁。我知道你们在怕什么，怕钱郡守的报复，怕下一个马三找上门。有大都护在此，有这军令在此，谁敢动我瀚海商行的人，就是与整个镇西军为敌。现在说你们最关心的工钱，1天50铁钱，管2顿饭，1顿干饼，1顿肉汤。最要紧的，活计期间进水管够，干得好，月底另有赏钱。50铁钱？没错，50铁钱。50铁钱！老天爷，我们在官营盐场给天天到晚累得像条狗，才给5币钱，水还得自己省着喝。活菩萨，您是活菩萨下凡啊！我干，我什么活都能干，我干，我什么活都能干，我针线活好，让我去。婉宁，这可是大都护赌上30万镇西师未来博下的军资，
这么个花法，怕是撑不了几天啊。哥，我们用重金买的不是他们的力气，是他们的时间和忠诚。在这沙洲，人心比金子更贵，只有用最快的速度把所有流民和当地人拧成一股绳，我们为镇西军造内衬的攻防才能活下来。这笔钱是买我们未来的根基。大都护，这才3天，苏姑娘她竟然真的把这沙洲城里的一群散沙，如何了？回大都护，苏姑娘将那群流民、罪户、本地百姓混编，设10长、百夫长，立公时计谏之法，赏罚分明，令行不止。不过3日，已然成了一支比咱们镇西军预备役还规矩的队伍。苏文渊一代文生，却生出个将才。他那长子苏子安文弱，其母柳氏是深闺妇人，幼女苏灵鹤更是稚嫩，唯独这个女儿竟有如此手段。他用50铁钱收拢的人心，可比上次高福带着圣后懿旨来时那套虚张声势的仪仗管用多了。大都护，苏掌柜，你的本事秦风都与我说了，本都护现在只想知道你的瀚海商行产能如何。大都护想知道，可以试试。好，第一批火术部军用防火衬里1000件，今晚子时前可能交货。2000件，今晚子时，大都护可派后勤官来清点。而且这只是我手头现有原料的产能，若原料管够，日产3000亦非难事。原料？火讯石已经枯竭，新的矿脉在此处。黑石山，苏姑娘，那里匪盗横行，是沙洲3不管的地道。我们派兵清剿过数次，都因地势无功而返。危险才意味着独占，高风险才有高回报，所以我需要大都护的兵符和一支镇西军的精锐为我开路。好一个苏婉宁！秦风，你亲自带一队亲卫骑，听苏掌柜号令，他要什么就给什么，务必护他周全。遵命。二小姐，沙洲传来的加急密报，怎么，苏婉宁的那个贱人终于渴死在沙堆里了？不是，密报上说苏婉宁不仅没死，还搭上了安西大都护陆骁的路子，成了镇西军的秩序供应商。他也配？一个流放的罪户也敢攀附大都护？听说他制出了什么火势部，对镇西军有大用。火势部？不可能，那个草包怎么会有这种本事？想翻身？做梦！他不是要治火术部吗？治火术部离不开沙简。备车，去兵马司张大人府上，我要他在沙洲连1块沙简都找不到。哎，今天的沙简怎么还没送来？林雀，怎么了？慢慢说。姐，出大事了！怎么回事？郡守府的人把市集上所有卖沙简的铺子全都封了，还贴了告示，说是严禁私售，违者按通敌资委论处。没有沙简，这火术石根本没法用啊！我们的活计，这可怎么办啊？大都护的军需订单，通敌资匪，这是要我们的命啊！婉晴，我们交不出军需，大都护怪罪下来。我去城门口看了，是真的，郡守府下了死命令，以保护龙脉、防止地气外泄为由，严禁任何人采集或交易沙简，违者以妖言惑众、动摇国本处处。苏掌柜，没有沙简，这火兽石里的杂质根本除不掉，全是废品啊！除了苏玉妍那个毒妇，谁能想出这么阴损的招数？他这是要我们的命！婉宁，这不是玩笑，我们跟大都护可是立了军令状的，耽误了镇西军的秩序，我们整个瀚海商都要完蛋，辜负了30万镇西军的信任，我们苏家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军法如山，进了沙碱，苏玉言啊苏玉言，他的格局也就这么点儿了。沙碱这种东西又脏又难炼，他不让买，我们不用也罢。姐，不用沙碱，那我们用什么？他们以为这片黄沙是绝地，却不知真正的宝藏就埋在我们的脚下。姐，你说的宝藏到底在哪儿啊？这都走了快1个时辰了。婉晴，这鬼地方除了沙子就是毒日头，能有什么宝贝？快到了，快到了！你看看这周围，要是完不成大都护的军令状，我们苏家就完了。到时候别说苏玉言，就是那个前进手，还有他手下马三那样的恶霸，都能把我们生吞活剥了。还有我们招来的老胡他们，我们怎么跟他们交代？水，绿洲，我们有救了！站住！那是海市蜃楼，是假的！啊！天要亡我苏家！哥，看看那儿。姐姐，那是血吗？姐姐，这白花花的东西能碰吗？会不会有毒？它叫天然碱华，不但无毒，还是真正的神物。它比苏玉言当成宝贝的沙剑要好上100倍。有了它，别说火劲部，就是烧制这世上最晶莹剔透的琉璃，也易如反掌。这么多，取之不尽，我们有救了！没错，苏玉言想断我们的活路，他做梦也想不到，他把我们逼上了一条通天大道。我们不仅能完成跟陆校大都护的军令状，让秦风校尉再也不用为军需发愁，还能让我们的瀚海伤寒成为连汤乐城里圣后跟前的高福公公都要求着合作的存在。动手，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苏掌柜，听说你的工坊生意兴隆啊，可惜好景不长了。你又想耍什么花招？是不是苏玉言那个毒妇又给你递话了？苏大公子慎言，本官今日是奉公办事，兵马司最新制敕，硝石收归专营，民间严禁私自采买使用。苏掌柜，你这工坊没了硝石，还如何烧制琉璃交付大都护的军资啊？延误军机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就算你父亲苏文渊也担待不起。这是公报私仇。不过嘛，本官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苏掌柜，只要你献出琉璃秘方和这座工坊，本官可以代为向兵马堂美言几句，保你苏家平安。毕竟圣后跟前的高福公公也曾说过，识时务者为俊杰。前聚首真是好大的官威。哼，看来你是个聪明人。来人，都让开，郡守府办案。本都护的军资，何时轮到兵马司的一个郡守来指挥？大都护，下官是奉兵马司的将令行事。谁说我的郭坊需要兵马司的萧雨？好你个苏婉宁，不用消食，你莫不是想用这沙洲的风沙直接吹出琉璃来？你说不需要兵马署的消食？大都护，兵马署能垄断的不过是寻常之物，我瀚海商行安身立命的根本，又岂是他们能轻易拿捏的？把我们从双华滩带回来的神物抬一筐出来。沙洲本地人都说，这是戈壁滩上的毒石，牲畜误食都会肠穿肚烂。可他们不知道，此物名为天然碱华。神了！这比那西域皂角粉的效果强了何止10倍！
传我瀚海商行掌柜令，所有工序全速生产。今晚3000件火灰布必须装车，送往大都护府。遵命，苏掌柜。大都护，百年不遇的黑风暴提前来了。说清楚！城里那些与京城勾结的粮商，趁机将战马草料和饮水价格抬高了10倍。我们的补节线被风沙掩埋，军中储备最多只能撑3天。这帮发国难财的畜生！秦风，点齐亲兵，把城里所有的粮草行全给本督监抄了。大都督，不可啊！不可？难道要本都督眼睁睁看着30万镇西军将士和他们的战马在这沙洲活活渴死饿死吗？大都护，这是兵马司的毒计，那些粮商背后就是京城的人。您一旦动手，他们立刻就会上奏，参您一本劫掠商贾，形同谋逆，届时朝廷的军粮就彻底断了。黑风迷眼，造火攻心。大都护这股火，可镇不住沙洲的风。你来做什么？看本都护的笑话？我来是想告诉大都护，既然买不起那些被囤积的干坨豆饼，那就不买了。不买！沙洲寒潮来袭，夜里滴水成冰，你是要让我的30万镇西军在这大漠里活活冻死吗？干坨份饼贵，那就用猛火油。猛火油？苏掌柜，万万不可！为何不可？那黑油沾火就炸，去年巡逻队有几个弟兄想用它引火，整个哨所都炸飞了，人烧得面目全非，那是催命符啊！哼，那是他们蠢。蠢？把催命符变成聚宝壶，只需要掺些沙土。大都护，敢不敢跟我打个赌？赌什么？我若能让猛火油变成安全好用的军资，大都护便将沙洲所有猛火油的开采权独家授予我瀚海商皇。好，本都后就再信你一次。若是成了，别说开采权，这沙洲你想要什么，我给什么。猛火油尽烈，直接点燃，火势失控，自然危险。但若让它浸润沙土，将黑油石粉末与这种阳朔沙以3:1的比例混合，加少量水，搅拌均匀。万行，这和稀泥有什么用？猛火油的毒性，难道还能被沙土盖住不成？哥，这可不是普通的沙土，它能吸附猛火油中过烈的油脂，让火势变得温顺。而这些孔洞，则是为了让火能吃饱气，气吃饱了，烧的才够彻底，那呛死人的黑烟自然就没了。秦校尉，劳烦点火吧。苏掌柜，这我来。大都护，快退后！烟气有毒啊！姐，真的没有烟。这火颜色不对，怎么是青蓝色的？比最好的银双炭烧的还干净。啊！神了！大都，这一枚小小的乌金丸，热力顶得上咱们从京城运来的1车银双炭，而且无烟。一个士兵带上10天的火耗，揣在怀里就行了。这简直是把一座火山塞进了口袋里。苏婉宁，你这女子，莫不是沙海里成了精的火妹？能帮大都督打胜仗的火妹，
大都督不喜欢吗？大都护，这乌金丸的独家生意谈不谈？好一个苏婉宁，好一个能帮本都打胜仗的火妹，谈！从今往后，这沙州的地，沙州的人，只要你看得上，本都护替你拿来。圣后派来的那个内官高福，拿着懿旨也不敢在本都护面前如此放肆。本都护今天就把话放这儿，我的许诺比他的懿旨管用。那婉宁就先谢过大都铺，只是这生意一旦做大，怕是会动了某些人的钱袋子，比如那位前置手，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哼，跳梁小丑也敢挡本都铺的路，他若敢伸手，本都铺就剁了他的爪子。抢到了！1文钱3枚！天哪，天哪！这下晚上不用再摸黑了。可不是嘛，我家娃儿夜里总咳嗽，都怪那些黑心商人卖的驼粪饼，烟熏火燎的。现在好了，有救了。活该！那些跟着钱进手发财的家伙，把咱们当猪宰。现在他们的破烂玩意儿白送都没人要了，这都多亏了苏掌柜啊！什么苏掌柜？这是咱们沙州的活菩萨。不，这不是活菩萨，这是火神娘下凡来救我们了！恭迎火神娘娘！恭迎火神娘娘！苏掌柜，求求您高抬贵手，给我们留条活路吧！我们的消失全砸手里了，您行行好，收了我们的货吧！活路？当初你们跟着钱郡守把兵价抬到天高，说我们这些流放犯就该热死的时候，我妹妹苏灵却差点中暑晕厥，你们可曾想过给别人留活路？那时候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苏掌柜，您大人有大量，收你们的消食可以啊，我瀚海商行也不占你们便宜。你们所有的消食，我用这些琉璃工坊的废料采石换了。废料？这些亮晶晶的石头，正好拿去给我工坊的女工们做些不值钱的小首饰玩，也算是物尽其用。换不换？你这是羞辱人！嫌这采石不好看，那明天连采石都没了。送客。你今天羞辱的不只是这几个消赎商人，更是他们背后的钱郡守。这些人比上次那个马三公阴险，财路被断，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大都护不是说了，钱郡守若敢伸手，就剁了他的爪子。钱庸是小，但他背后是苏玉言，是圣后，连圣后派来的内官高福都敢在沙州耍横。这些人只会用更下作的手段，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怕什么？不是有大都护的军令在吗？我这瀚海商皇可是为30万镇西军效力的。那不够。手伸出来。干嘛？大都护这是何意？这是无尽杀刃，用你发现的无尽矿掺了玄铁所铸，吹毛断发，以后带在身上。好刀，可惜我这双手摆弄那些瓶瓶罐罐还行，拿这个怕是会先伤到自己。你的手很巧，摆弄瓶罐和杀人都是一样的。陆萧，你不靠近，怎么叫你发力？这里一击毙命，无消杀刃的锋利，不需要你用多大的力气。还有这里，记住这种感觉，这是最脆弱的地方。秦风他们能护你一时，但护不了一世。记住，遇到危险不要犹豫。然后呢？直接动手，出了事，本都护替你担着。妹妹，成了！第一批火魂部的样品。妹妹，大都护，你们……大都护，虽军务为重，但光天化日，男女授受不亲，此举于理不合。本都护在教他防身术，防身术就需要靠得如此之近吗？苏大公子说的对，沙州龙蛇混杂，令妹确实需要学点真本事。不如就请苏大公子来做个陪练，亲身体验一下这无情杀刃的威力如何？不，草民不敢。大都护教得好，教得妙。啊，我想起来了，琉璃坊那边的窑火好像差不多了，我得赶紧去看看。
后懿旨，800里加急，前人避让。最护苏氏女苏婉宁何在？跪听圣后懿旨。最护苏氏女，咱家的话你没听见吗？还不跪下接旨！公公有所不知，沙州这地界日头毒辣，地皮滚烫，我这双膝盖还要为大都护踏遍沙海寻找军资，若在此处被烫坏了，耽误了镇西军的大事，这责任公公担待得起吗？见此懿旨，如见圣后亲临，你敢不跪？这是藐视圣威！我瀚海商行日理万机，实在没空行这些虚礼，有话不妨快说。好个伶牙俐齿的罪女，咱家今天不与你计较，你给咱家听好了。圣后武士致敕，最护苏氏女苏婉宁研制猛火油，火信部有功。然此等军国利器岂容流落民间？特将此2物之秘方收归官营，命你即刻交出，由兵马司统一掌管。圣后体恤大都护戍边辛劳，经沁天监卜算，安西大都护陆骁与京中贵女苏玉瑶八字天作之合，乃大雍祥瑞之兆。为安边疆固国本，已将苏玉瑶之合婚谱录入宗正寺，择日便启程前来沙州，与大都护行采纳之礼，立为正式都护夫人。钦此。苏玉妍姐姐，是她，就是她当初构陷爹爹，害得我们苏家满门流放的毒妇。好一个釜底抽薪，想空手套走我的秘方，还想塞个祸水来断我的根基。你想抗旨不成？也罢，我今天就让长乐城里那些贵人开开眼，学一个新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你在这儿跟咱家说什么胡话？高公公听不懂不要紧，很快您就会懂了。咱家没工夫听你胡言乱语。圣后有旨，立刻把猛火油和火红效的秘法图纸交出来。交图纸可以，不过中书政事堂既然要接管我瀚海商行的产业，总得把前期的账结一下吧。什么账？圣后懿旨所向，便是天恩浩荡，岂容尔等凡夫俗子讨价还价？兄长，把清算总账拿给高公公过目。矿源勘探之资，动用人力500，耗时3月，计金珠10万。黑水泽工坊营造之费，砖石木料、机关设计，计金珠30万。为安顿3000匠人及其家眷，建屋、开井、置办田产，安家之款，共计金珠60万。再加上我苏婉宁独家心血之价，抹个零，成汇200万金珠，现款结清，图纸您即刻拿走。200万金珠，你疯了！你这是勒索中书！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跟圣后算账，这是通敌谋逆之罪！来人，把这个目无君上、蛊惑藩镇的妖妇给咱家拿下！谁敢动？陆大都督，你这是何意？咱家可是奉了圣后武士的致而来。陆大都督，你这是何意？大都护息怒，圣后不只要收归秘方，更是对您有天大的恩典。圣后体恤大都护戍边辛劳，特为您指婚，是京中贵女苏玉妍。大都护还不快接下这泼天的福气！拿来。对，大都护请看，这可是中书政事堂的朱批，宗正院的谱录。你竟敢烧毁之敕！陆骁，
你这是目无圣后，形同谋逆！回去告诉长乐城里的人，我安西的军资，苏掌柜说了算。这沙洲的规矩，也是他说了算。至于我陆萧的都护夫人，除了苏婉宁，谁的脚敢踏进玉门关，本都后就让他的人头挂在关上。秦风，送客。是。高公公，请吧。再有下次，就不必通报了。烧了，真的烧了，还要了200万金珠。完了，这下我们苏家真的成了反贼了。反贼？兄长，你的眼界还只在长乐城那4方天里。妹妹，这可是谋逆大罪啊！从今日起，沙洲盐铁课税通商皆由我定。这不叫反，这叫立规矩，立我苏婉宁和我瀚海商行的规矩。圣后息怒，圣后息怒啊！那陆萧彻底疯了，他不仅当众烧了您的懿旨，还说谁敢嫁过去，他就砍了谁的脑袋。还有那个苏婉宁更是嚣张跋扈，竟敢跟您要200万金珠，奴才差点就回不来见您了。反了！一个流放的罪女，一个拥兵自重的藩镇，竟敢骑到哀家头上！圣后息怒，为这等叛贼置气，反倒伤了您万金之躯。沙洲黄沙漫天，滴水如金。他陆萧的30万镇西军，人吃马眼，全赖关内补节。圣后只需一纸制律，封锁玉门关，不出半月，镇西军不战自乱。届时，臣女要亲眼看着那苏婉宁和陆萧如沙鼠般在烈日下干渴而死。好计！传哀家懿旨，即刻封锁玉门关，断绝沙洲一切军资，1粒米、1滴水都不许入关。大都护，不好了！说，兵马司急令，玉门关彻底封锁，我们这个月的军资全被扣下了。全扣下了是什么意思？军中存粮呢？只够吃3天了。完了，我就说烧了懿旨会出大事。圣后武士这是要我们的命啊！30万大军啊，没饭吃会哗变的，会自相残杀的。我们斗得过前郡守，见得起瀚海商行，可现在怎么办？难道从沙子里变出粮食吗？爹和娘还有灵雀，我们苏家要死绝了。哥，谁说我要买粮食了？不买粮食吃什么？吃你的琉璃，还是啃你的火兽布？陆萧，圣后断的是镇西军的命脉，也是你我的死路。你怕不怕？有你在，这沙洲便是刀山火海，我陆萧也敢闯。好，传我将令，全军上下埋锅造粲，烧足了热水。今天我苏婉宁请30万镇西军吃一顿庆功宴。庆功宴？婉宁，你是不是疯了？我们拿什么开庆功宴？拿沙子吗？苏掌柜，军中存粮真的只够3天了，30万镇西军将士都在等着开饭。我知道。啊，这不是琉璃石吗？苏掌柜，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做琉璃生意？这可不是琉璃石，硬邦邦的，这怎么吃？大都护，你来尝尝。这是什么？一口下去，不仅腹中有了底，竟还生津即可。不可能！这沙洲酷热，连老胡那样的老人都说补水比吃饭还难。这么干硬的东西，怎么可能解渴啊？哥，你忘了，我不仅要对付远在长乐城的圣后武士和苏玉言，
还要防着钱郡府马三这种地头蛇，甚至高福那样的内官，不留后手，怎么保护爹娘还有灵雀？可这到底是什么？这得是多少牲畜才能做出这么多？咱们的琉璃工坊和火阵部作坊，别说肉了，连活物都见不到几只。你是从哪儿变出来的？哥，你忘了，半个月前我让大都虎派兵护送瀚海商行的商队深入大漠。那不是去开拓新商路的吗？是也不是。当时沙漠深处的一个部落爆发了罕见的腐体瘟，大量牲畜倒闭，他们视那些尸体为不祥之物，唯恐引发更大的瘟疫。我们的商队带去了用本地碱矿提炼的消毒粉，我们善意地提出可以帮他们处理掉所有处尸体，对方感激不尽，几乎是无偿地让我们拉走了数千头死畜。之后，商队在秘密据点用盐碱滩的天然盐和沙漠的烈日，将这些肉制成了金睛肉脯。这一小块能量比半只烤羊还高，蕴含的盐分和特殊香料又能刺激唾液分泌，在沙漠里它比一囊清水还管用。半个月前就算到了兵马司会勾结钱庸，断绝粮道，跟长乐城那帮人打交道，不留张底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不仅知道他们会断粮，还知道他们会以为我们必死无疑。大都护，这里的金睛肉膏足够30万镇西军吃上整整3个月。3个月，够不够你打穿玉门关，兵临长乐城下，让那位圣后亲自出城求饶？天降神粮啊！兵马司那帮狗贼给咱们吃掺沙的没卖，想让我们活活渴死饿死。这金睛肉脯比肉还顶饿，连老胡都说在沙州水比命贵，可这东西居然能生津止渴。是苏掌柜救了我们，有了瀚海商行的神粮，我们还怕他个鸟？我们要打回长乐城，让圣后和那个高福看看谁才是沙州的主人。愿为大户死战，愿为苏掌柜死战，愿为大都护死战，愿为苏掌柜死战。传我将令，全军出击，冲！他们断粮缺水，顶着毒日头晒了半个月，早就是一群软脚虾了。稳住！都给本将稳住！杀戮枭者，赏金1万两，官升3级！痛快！等宰了这帮兵马司的软脚蜥，回去瀚海商行再喝苏掌柜赏的肉汤。没错，想想那个高福和兵马司的狗贼，想让我们30万兄弟在沙州活活饿死，今天就让他们血债血偿！大都护，让兄弟们上吧！吃了苏掌柜的金睛肉脯，正好下去活动活动筋骨。放！这是什么东西？火！是火！灭不掉！这鬼东西站在身上灭不掉啊！有沙子，快用沙子埋了它！没有，沙子埋不住，火会钻出来！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沙子怎么会埋不住火？妖术，这是妖术，沙子都埋不得火，大都护饶命！妖术，这只是对我镇西军将士的犒赏。饶命！末将也是奉了圣后武士的意志行事。姐，我还是不敢信，我们以前当毒物一样，花钱请老胡他们拉去沙漠里埋掉的黑油泥，加上点火玛草粉，竟然就成了这毁天灭地的东西，废品利用罢了。打仗打的就是后勤和技术。圣后武士和苏玉言还以为能用钱粮卡住我们的脖子，他们的眼界太窄了。滚回去！回去告诉圣后武士，他断我镇西军3天的粮草，我便用这流火
烧他的中书正事堂。玉门关只是开始。妹妹，大都护，大姐，大姐啊！此战我镇西军零伤亡，一个弟兄都没折。妹妹，你看，兵马族那帮孙子，还有钱郡守和马三那样的地头蛇，克扣了我们3年的玄铁，这一仗全给抢回来了，还多赚了1倍，足够我们30万大军都换上新甲，还有数万匹中原良驹。爹和娘要是知道了，该多高兴！这下咱们的瀚海商行更有底气了。大都督威武，苏掌柜威武！妹妹，大都护，我们缴获了这么多玄铁和良驹，士气正盛，就该趁此机会挥师东进，直捣长乐城，清君侧。然后呢？然后逼宫，让圣后武士交出权柄，为我们苏家平反。哥，你这是要让大都护背上谋逆的罪名，成为天下诸侯的公敌吗？这正是圣后武士最想看到的。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就这么算了？他之前可是想让我们活活饿死、困死在沙洲，连钱郡守和马三那种地头蛇都敢克扣我们的军资。是啊，姐，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连老胡都说我们这是替天行道。挥动刀枪那是莽夫所为，我要的是兵不血刃，让长乐城那位圣后亲自把凤冠烹到我们面前。秦风，末将在。传我将令，瀚海商行即刻起封锁玉门关商道，所有输往中原的造仪、琉璃器，片块不留。啊！封锁商路，妹妹，你这是？姐，我们不卖东西给他们，他们确实会不方便，但这怎么能让圣后低头？不方便，我要的是他们的命。圣后武士，你以为的危机只是钱粮，而我看到的是人命。我已收到密报，长乐城人口100万，暑热未退，时疫已出现端定。没有我的造徐，他们如何防疫？没有我这洁净无瑕的琉璃瓶，那些金贵的药材运到长乐城，只会加速腐败，变成催命的毒药。我会让镇西军守好玉门关的每一条路。高公公，您不能进去，圣后。圣后，高福。你好大的胆子，在哀家面前如此失仪，是想去慎刑司尝尝鲜吗？败了，圣后都败了。讲清楚，什么败了？我们派去沙州的征西兵马全军覆没。全军覆没，5万大军，怎么可能？他哪来的胆子？圣后，不仅如此，苏婉宁下令封锁了玉门关商道，现在整个京城，别说造仪和琉璃器，就连我们赖以为生的金乌油膏都断供了。还剩多少？宫里的存货只好用3天了。圣后息怒，苏婉宁她不过是虚张声势，她一个流放罪女，撑不了多久的。虚张声势，蠢货！你不是说断了水源和商路就能把他们困死在沙洲吗？现在是本宫要被活活冻死在这长乐城了！你去给本宫变出金乌油来啊！本宫算计了一生，去。
传本宫致斥。苏氏门阀流放沙州一案，乃当年兵马司错判，即刻为苏家平反，恢复苏文渊兵马司少卿之职。圣后，不可！为何不可？此案牵连甚广，若为他们牵连，说来听听，都牵连了谁？是安西大都护府，还是苏婉宁那个贱人的瀚海商行？不是，若为他们平反，那我母亲当年伪造镇西军资交割文书，买通证人的事，岂不就……原来如此，你母亲一族的死活与本宫何干？本宫不管那些陈年旧案，本宫只要能让这翊坤宫暖起来的猛火油。圣后，求你，余言再也不敢了。你不是自诩比苏婉玲更懂审时度势吗？现在就让本宫看看你的价值究竟在何处。苏玉瑶，臣女在。本宫命你亲自带着这份平反志去沙州，告诉苏婉宁，本宫已经给了她想要的，让她把猛火油给本宫送回来。求不回来，你还有你母亲就一并押赴西市。车裂！来人，把他拖出去。圣后有支持，苏氏门妃一案纯属错判，即刻为苏家平反，恢复苏文渊兵马司少卿之职。苏婉宁，圣后已经低头了，求你交出解药的方子，开放药材商路，救救长乐城吧。平反？我苏家本就清白，何须他来平反？圣后真是慷慨，拿本就属于我的清白来换满城百姓的性命，这笔买卖真是闻所未闻。你还想要什么？圣后已经法外开恩了。法外开恩？当年你和你那个恶毒的娘伪造镇西军军资交割文书，买通证人，构陷我父，害我苏家满门流放。你们侵吞我母亲柳氏从西域带来的嫁妆，让我苏家在流放路上九死一生。如今你竟有脸跟我谈开恩二字？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是救命要紧。救命可以，回去告诉圣后武士，要解药就拿出诚意来。第一，我娘当年的108箱西域嫁妆，3日之内原封不动地送到沙州，少1颗宝石，长乐城就多1万个冤魂。第一条只是开胃菜。第二，剥夺你苏玉山的宗室玉节，废去你的郡君封号，贬为庶人。你不是最喜欢荣华富贵，最享受高高在上的滋味吗？我要你这辈子都只能像条狗一样跪在泥里。快点，磨蹭什么？圣后宫里入夜就伸手不见五指，都等着这猛火油救命呢。公公，我实在撑不住了，给我一口水，求求你。水？你也配？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现在好了，苏婉宁那个贱人，靠着他那个破瀚海商行，有镇西军撑腰，把我们所有人都捏在手里。苏婉宁说了，你每天必须亲手运满100担原油，少1担，长乐城就断供1日灯油。你这个丧门星，是想害死圣后，害死满城的百姓，都跟着你摸黑过日子吗？快给咱家起来干活！奉圣后致斥。苏氏门阀流放沙州一案，乃当年兵马司错判，即刻洗清冤屈，恢复苏文渊中书个人之职。当年柳氏120台西域嫁妆全数奉还，
令查抄原征马司副使满门家产，充作利息，一并送达。天啊，真的平反了，连本带利都还回来了。这才成立瀚海商行多久，就把长乐城那位逼到这份上了？阿娘，您看到了吗？他把您的嫁妆分毫未损的要回来了。大小姐，大都护有令，除了嫁妆，构陷苏家的那个兵马司副使全家都被抄了，家产全在这儿当利息。圣后这次是真的怕了咱们这30万镇西军了。此人在清点家产的队伍外冲撞，口出狂言，属下便将他押了过来。苏婉宁，你别得意，你不过是运气好，发现了那什么猛火油。论才情，论手段，你哪点比得上我？凭什么你高高在上，我却要在采石场做苦役？才华，手段。苏玉言，你到现在都没明白你输在哪儿。你的脑子里装的永远是怎么在翊坤宫里争风气促，怎么讨好圣后那片刻的恩宠，而我算计的是这玉门关外30万镇西军的生死存亡，是整个沙州的军备命脉。我没有。你我之争，非战之罪，实乃云泥之别。跟我斗，你甚至都不配做我的对手。堵上他的嘴，拖回采石场，别让他污了我的地方。家产都清点完了，清点完了，分毫不差。圣后武士倒是守信，连同我母亲当年的商铺地契都一并送了回来，分毫不差。大都护，如今我瀚海商行日进斗金，你这30万镇西军要是军资紧张，尽管开口，利息嘛好商量。安西大都护府不缺军资，缺的是一位能点石成金的都护夫人。陆骁，你的家产齐了，明日我便让人把聘礼抬进苏府。哦，大都护想娶我，可以，只是不知你打算拿什么来聘我这瀚海商湖和我苏婉宁本人。一般的金银珠宝，我可看不上。我知道，所以我准备了一份这天下无双的聘礼。明日你且等着，我陆骁绝不让你失望。姐，大都护说好的天下无双的聘礼呢？在哪儿呢？就一个人，一个匣子，说好的天下无双呢？这木匣子连个描金都没有，里面装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吗？灵雀，别胡说，大都护行武出身，不拘小节。大都护，我可是个商人，不做亏本的买卖，你这份聘礼可别让我失望。这是什么呀？破铜烂铁！姐，他是不是在戏耍你啊？住口！哥，你干什么？你懂什么？这张敕令是沙州所有盐矿、铁矿的专营权，有了它，瀚海厨行就是取之不尽的金山。这块玄铁卫令是圣后御赐，可先斩后奏，这是生杀大权。还有这个，这不是什么铜疙瘩，这是
这是能调动安30万镇西军的兵符啊！他不是在瞎拼，他是在把整个西境连同他自己都交给你了。姐姐，大都护这是把整个镇西军的命脉都交到你手上了，这简直是拿沙洲的安危做聘礼啊！大都护把身家性命和30万大军的兵符都交给我，就不怕我另立山头，或是与京城暗通牵权？你若想让这沙洲变成江南，我便为你引来天山之雪；你若想让商路通达四海，我便为你荡平这西域诸部。我的命，连动这30万镇西军将士的命，自今日起，都听你号令。恭迎主母！陆萧，你看，半年前这里还只有风沙和白骨，我们连一口干净的水都找不到。现在，它已是西境最富庶的城池。不，这还不够。我要用猛火油点亮整个玉门关，让沙洲成为西域商路上永不熄灭的灯塔，一座真正的瀚海不夜城。我要让西域的琉璃、南诏的茶叶、中原的瓷器，都以沙洲为枢纽，流通天下。我要让瀚海明珠的光芒盖过长乐城。圣后武士用断绝军资来扼住你的咽喉，我就用这瀚海明珠彻底掏空他的钱袋。好，我的都护夫人想做什么，我便陪你做什么。这30万镇西军，明日就为你动土开山。高公公，这鬼天气，再走下去人都要被烤干了，真晦气！想当初，连沙洲那个前炙手见了咱们都得点头哈腰，如今竟要来求一个罪臣之女，真是奇耻大辱！闭嘴！没用的东西！圣后交代的事办砸了，你担待得起吗？怎么了，公公？看见海市蜃楼了？这鬼地方什么怪事没有？孤寒之地，你睁大眼睛看看前面，那是什么？这难道是仙境吗？此处不是流放最求的沙洲吗？瀚海明珠，原来这就是瀚海明珠。苏玉言那个蠢货把事情办砸了，才轮到我来受这份罪。可他从未说过沙洲竟是这般解样。奇耻大辱！我堂堂圣后行使，竟与这些贩夫游主为伍。选自73号。高公公在这四方馆一连等了3天，不知有何贵干。苏大公子说笑了，咱家是奉圣后遗旨，有要事与苏掌柜商议。我妹妹很忙，高公公有话与我说也是一样。不敢欺瞒公子，近来中书政事堂周转不灵，圣后欲向瀚海商行借贷300万金珠。300万金珠，圣后倒是好大的手笔。还请苏大公子。这等大事，我确实做不了主，你随我来吧。家妹的规矩向来与旁人不同，她要的价钱，高公公可得想清楚，圣后未必付得起。苏掌柜，咱家奉圣后之命，恳请瀚海商行。哼。300万金珠，瀚海商行借。但我瀚海商行有规矩，没有抵押，概不放款。应该的，应该的。不知苏掌柜想要什么做抵押？
只要是中书正事堂拿得出的。经济3州的盐铁专营权。什么？这不可能！经济3州乃京城根本，盐铁专营权更是国之命脉。这等于将整个大庸的脖子送到大都护府的刀口上啊！苏掌柜，你这是要圣后的命啊！他若是知道，会气得吐血的。圣后吐不吐血，与我何干？他要我的钱，就得守我的规矩。签了字，300万金珠，明日便可运抵长乐城。要么签，要么滚。高公公，请吧。我这30万镇西军的刀锋是为开疆拓土，只用一张契约，便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整个大庸的国祚。你的智慧胜过千军万马。刀剑只能定生死，资本却能控民埋。陆骁，我曾说过要把这不毛之地变成黄金之城。你做到了，你给这片黄沙，也给了我一个真正的天下无双的盛世。